看咱们这个图书馆有11层的，这边都是一些人文和社科类的啊，这也有科技类的。咱们最终藏书量要达到多少啊？我们已经到了46万册了。我看咱们要是对标斯坦福的话，现在差距还有点大。据说斯坦福好像有这个近800万册藏书啊。我提出来对我来说是体制问题，私立大学，我现在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您说的是办学模式对标斯坦福，因为它也是企业家出资嘛，对吧？100多年前。那么办学怎么办？把它办成斯坦福是他的事情。我很自豪说我们这里不缺钱。但是网友恰恰也说的，不缺钱，100亿难道就能办出一个斯坦福吗？200亿好，500亿就能办出一个斯坦福吗？它不是钱的问题。对，如果钱能办成大学呢，大家把教育看得太简单了。不是谁钱多谁就能办成好大学。斯坦福当年也没有这么多钱，实际上它是一个不断的积累和奋斗的这样一个过程。斯坦福用了140年，曹总您打算用多少年？我看我们可以用4年时间。10年太快了吧？10年树木，100年树人呐，树人一般得100年的时间啊。10年是一个节点，不是我们要不要用10年，而是国家这个社会潮流决定3、5年我们要建成教育强国。教育强国什么意思？你得站在世界舞台中心，时间不等我们，有限时间就10年。所以大家可能觉得10年你中国能办成教育强国吗？那就看我们怎么做了。在福州闽江沿岸，一座正在建设中的现代化校园出现轮廓。由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通过和人慈善基金会捐资创办的福耀科技大学，2025年将迎来首批新生。王树国，这位曾执掌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2所双一流高校的宝藏校长，将肩负打造福耀科技大学的重任。而从公办高校加入民办教育，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次全新尝试。从零开始打造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吸引优质生源，如何引入高水平师资队伍，是王树国过去1年日夜思索的关键问题。作为校长，您这半年肯定也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啊，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办这么一所学校？对，这个呢要说起来，我觉着意义特别大，我特别高兴你们能来。我想把这些话告诉全国的考生和社会各界。实际上，21世纪是一个人类发生巨变的世纪，所以你看到这次工业革命涉及到的领域之宽，超出我们的想象。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个体，没有一个行业，没有一个学科不受这次工业革命的冲击。所以这场新技术革命是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传统的学校都是建立在第1次、第2次、第3次工业革命的知识基础之上，但现在知识体系要重构。新的技术革命突然浪潮来了，原有的知识框架满足不了未来发展的需求了，所以这个时候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就出来了。你要干什么？你要去探路，没有别人可学。您其实退休以后有很多的选择，对，但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大学？其实它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个企业办的大学，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待遇这样的一个问题。待遇我要证明一下，我是义务工作者，我1分钱工资都没有，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工资也不领啊？没有，我在这不拿1分钱的啊，我是纯粹是义务打工的，所以大家一定别误解，说我这是到这儿来打，不是这意思。大家为了一个理念，为了一个理想，我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一个情节，我就觉着历史给了我这样一个机遇，难得我在做一个符合这个时代，做一个引领性的学校。这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了。我们都是付出，对，包括曹先生也是付出，所以所有的人都在付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创办一所引领未来的一所新型研究大学的价值所在。今年第1次招生，你怎么去说服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说让他选择我们这个学校？
而且这个分数线我们到底要对标什么样的学校？其实一个大学招生，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你招到什么分数线的学生，这是一个表象。大学是培养人才的，你怎么让那些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愿意选择你，愿意到你这儿来？那好，我们知道孩子们想什么，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吗？你比如说，人的一生当中有限的工作时间，它的最佳的创新的黄金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什么时候？创新周期啊。对，创新的年龄段。那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还是大学里面啊？25岁到35岁啊，第一个周期是25岁到35岁。第二个黄金周期是45岁以后。所以你遍访世界这些成功的人士，无论他是科学家还是企业家，你发现他的原始的创新的那个 idea，那个思想，往往就诞生在25岁到35岁。我们这个阶段的学生在干什么呀？没有走向社会呢，还在学校里面呢，甚至硕士学位还没有完成呢。然后你要读完博士，可能近30岁了。对，30岁再放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那种动力。从人的成长规律来讲，我们现在的培养体制是不符合人的成长规律的。我们是本硕博8年制培养，打通了本科、硕士和博士之间的壁垒，然后一条大道摆在孩子们面前，他不会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去焦虑、去内卷。就是8年本硕博就是连读下来了。对，贯通了。这个贯通能够打通很多不必要的环节。因为你中间隔断了以后，它会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的浪费，而这个时光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来讲太宝贵了。所有的学生都是打通了，至于你能不能走到底，那是你个人的选择。也许你走了一半，你说我因为家庭的原因、个人原因，我想中途下车可以。你说我读完4年，我就想本科就业，好，我们按4年的标准来培养你。你如果说你再读2年、5年，我硕士毕业我就走上社会，好，我们按这个阶段来培养你。但是这条大路是通着的，所以学制上现在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比如说，我现在如果作为学生、高考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我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但是还是存在就是您说的这个很现实的一个考虑。就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分数线真的上了重点线，他面临的选择可能就是您原来曾经担任过校长的那些学校 C9的院校。那孩子们为什么选C9？他有100年的底蕴，他有很好的学科，他已经用历史证明他是一所特别值得信赖的学校。对呀，所以我们得向孩子们说明，我们是值得信任的学校。第一个，我们的课程设计，所以我抓得非常严、非常紧。从大一的本科课程设计，我们就是采纳了 MIT 的、牛津的、世界这些我们认为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些顶级名校，我们是把他们的课程体系拿来反复的咀嚼研究，构成了我们自己的附药科技大学的课程体系。应该说，我们这个课程体系的设计应该是一流的，绝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所名校。第二一个，给学生上课的都是世界名师。我是一个新学校，但是我请的老师可不是新老师，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我认为他对得起学生的这些名师，他们是可能是各个国家的院士，都来到这儿来。但是他们是长期任教还是临时驻站？我们绝对不局限于我们自己学校，一个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教师是流动编制。所谓流动编制是优质资源的流动，它会不断的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名校的教授到这儿来上课。我一定会有一定固定的编制，但同时我特别主张一定要有至少1/3的编制是流动的，然后才能让我的学校充满活力，让学生们不断去接触新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办学理念。所以我们在办校之初，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理念，就这种8年制培养的理念，向国外的兄弟院校这些一流大学都做了宣讲。志同道合者，愿意和我一起引领未来的，我们携手干。所以我们有意大利最顶级的、意大利最好的理工科院校米兰理工，新西兰最好的理工科院校奥克兰大学，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剑桥啊、芝加哥大学呀。下个月我们要在斯坦福大学要开一个论坛，我们是聚世界之资源、聚全球之资源来孕育我们的学生。咱们第一年招生是多少？600个，100。第一年咱们只招100人，对，那相当于3个老师教一个100人，所以他初期这样的生师比是很少见的。对呀，世界顶级学院不过如此。为什么这样？我希望孩子们有充足的资源。我们设置的这6个学院啊，都是
未来世界发展的热点。但是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你说我喜欢材料，那好，你去研究材料；我喜欢人工智能那种，绝不限制孩子。同时，我们这几个学院是打通的，因为他要自由选择专业，我耗费的这个师资资源是相当大的。这个我特别反对把学生当成产品批量生产。我不希望说我制定一个模式，所有进入我这学校的学生得按我的这个标准去生产，最后出来都是一个模样的。我不希望这样。但以后招生规模扩大是肯定的呀。我再扩大，也就是充其量到400，仅此而已了。从本科生就开始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根据他的兴趣爱好来制定个性化的。所以那种批量生产模式，按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来考核学生，那个时代过去了。所以这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价值所在。我们能不能率先走一步，趟出一条路来？就像当年的深圳一样，画一个圈，你先去改革，趟一条路子，你做好了，然后进而带动全国走。我们想做教育界的深圳。1977年，19岁的王树国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机电专业。硕士毕业后，他留学法国，攻读2个博士学位。2002年，已是机器人专家的他被任命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扛起学校改革的重任。12年后，王树国被转派到西安交通大学，10年间带领西交大师生打破围墙，实现科技成果的大量转化。如今，刚刚退休的他接过福耀科技大学的帅印，开启教育生涯的再创业。现在在我们福耀科技大学，你设计的这一套的这个教学的这个机制，包括到国外合作留学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个人经历的这个影子？有，这是不可回避的。因为我这一路走来，过来以后再反思，有很多总结。我希望把这些经验教训融到孩子们的培养体系当中。当初我在国内学习这数学、物理、化学、力学我都学了，但是当我走出国门，走到国外那些顶级大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那课本太浅了。这到那等于我重新又修了数学，重新又修了力学。我吃一堑长一智。福耀科技大学的学生一开始，我一定要用世界上最顶级的教材、最深厚的理论基础大扎实，这个绝对不能再吃这个亏了。那个年代还是有信息差的，有太大了信息差。现在可能这种信息差就很小了。最前沿的科技应该全世界大家都能够。现在孩子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是我们孩子们是很聪明的，所以我再三的叮嘱老师，可不要糊弄孩子。孩子们比我们更聪明，他们对新技术的把握，甚至比我们成年人来得更快。所以这是这个时代赋予这些孩子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育一定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孩子们会抛弃你，不喜欢你。我希望孩子们进入学校以后，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要尊重学生。他只是比你年轻一点而已，只是比你经验少一点而已。他那种对知识的向往，甚至他在某些方面他的认知不亚于你。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那点儿有限的大脑存储的知识和现在这海量的数据供给完全不可比拟。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协助者，是一个教练，是一个助理。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在探索未来。看来校长的理念对于未来这个孩子们选择这个学校也很重要。引用这个德国哲学家那段话，就是什么是教育？就是一朵树，对吧？然后那个摇动另一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真的是这样。看我们这个雕塑就 soul， 灵魂。一个大学不能没有灵魂，一个大学不能没有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后来那个采访我说，你给大学下一个定义，我说大学是灵魂。大学是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所以一个大学本身它一定要有灵魂，没有灵魂、没有理念、没有思想，那是大学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所在。最重要的，支撑你一生发展的不竭的动力，就是家国情怀。当你有了这份情怀，无论你何时何地，无论你遇到什么艰难困苦，你都不会踏下。家国情怀是王树国演讲中永恒的主题。他始终强调，只有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才能在时代浪潮中镌刻人生的意义。而他的人生轨迹也始终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每一步都彰显着为国树人的使命担当。
其实我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彩色电视了。但是那时候这个同学就问，哎，你们中国有电视吗？所以他可能认为你连电视都没有。那个时候，倒逼你那种自强自立的那种决心呢，学成回国以后加速发展国家，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渺小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是强大的。国家强大了，你在国际上你才有声望有地位，人家才会尊重你。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家国情怀呀？其实每一个个体和这个国家都是命运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平时也告诉学生们，当你走出国门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说的不是你，说的是中国。确实，我采访了很多像您这一代的很多就是科研人员、科学家，然后呢都有留学背景，然后好像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就是这样的这种家国情怀，就可能也是那个时代造就的。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可能这种国际合作的机会更多了，不会出现像当年您那种出外留学然后被歧视的这种遭遇了。我当校长20多年，这种感觉特别明显。有原来的仰视他们，派访问学者到他们的学习，到现在逐渐平等，到现在我们提倡议，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过程，你就会体会特别深。就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是一步开始起跑并跑，然后开始我们也要引领。我看到您到了这个西安交通大学以后，担任校长以后，当时有一个约法实则，然后这个实则里面其中提到，就是作为学校的领导，这个管理的职能要大于这个学术的职能。那作为一个机器人专家，然后呢，就因为担任了校长的职责，然后要放弃自己的这个学术和科研，这种取舍岂不是很有点遗憾吗？也不遗憾。我第一次参评院士那年是39岁，是学会推荐我，但是转年我就做校长了。老校长跟我说过一句话，老校长说，从今以后你就不要再考虑评院士的事情，你的责任是要把哈工大带好。所以我做过承诺，我向老校长做过承诺，我说我会全身心的投入。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参评院士。所以很多网上说是王校长参评4次院士，我说那是误传。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个科技工作人内心来讲，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兼顾的。你比如我采访西国大学校长施一公先生，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先生，他们俩都没有耽误自己的学术，但是状态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如果我在清华大学做校长的话，我也会兼顾，因为不需要你操太多的心。学校已经进入一个稳态发展。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接手哈工大的时候，哈工大正是最艰难的时候，它正是处在一个地域环境不好，然后，老师开始流失，南方学生不来，特别艰难的时候，所以你必须要全身心的投入。关键转折期。另外，我也特别倡导，就是大学校长要有职业精神。尤其大学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它本身也是一门科学。所以你真要悟，他真的要学习，要总结经验，而且课本上没人教你怎么当校长，没有这样的教科书，所以全是在校长学这门学科，全是在实践当中去悟。如果说中国大学要崛起，教育强国要崛起，我倒希望大中小学都多出一些职业型的教育家，这个可能对我们整个国家会更好。总书记提倡教育家精神嘛，对，教育是一个职业，就像一个大学，其实它的复杂性也是相当复杂的。所以如果说一边做着科研，一边就能当好校长，哎，我太佩服这样的人了，这能力太强了，我觉得是超强的能力。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到，就是其实担任校长的这种管理职责，它其实有更大的价值？当我在哈工大到后半期的时候，就哈工大那时候开始科研成果，井喷式的涌现的时候，哎呦，那时候我才体会到做一个校长是真的很重要，而且很光荣。那时候我开始深深的就喜欢上这个岗位。现在想起来，不后悔，不后悔，真的不后悔。真，我们那个核基地，那儿有一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他们是在一线，但是他们永远没有曝光的机会，包括名字甚至都永远不为人所知。对，所以我想，我们又算什么呀？我老伴儿总说我说我这一生就是
给别人做嫁衣裳。后来他也认了，他说你这样也挺好，你看看你那么多这个学生，那么多老师都做得越来越好。他说其实这也是个挺幸福的事情。我觉得您的身上哈就有一种这种合作的一种魅力，对吧？就是不仅仅是能和别人有一种这种事业上的这种共通，而且还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通。因为大家志同道合嘛，所以我说，我可能我很幸运。为什么我遇到的伙伴都这么好？是幸运吗？啊，对，是因为幸运吗？都是我可以把后背交给他们，对，我可以大胆的往前冲，我无所顾忌。那您和曹先生，你觉得你们两个人这一段携手的这个教育里程？很多人都，我来之前和来以后，很多人都提醒我说，曹先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对，说你们两个会不会闹矛盾，会不会起来？但这才来了半年吧。然后曹先生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曹先生说福建话我听不懂啊，但是只要他一张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我要说什么，他也能明白，所以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合作关系。两个人都真心对真心，都是无私的奉献，都是透明。9岁入学，14岁却因家境贫寒被迫辍学，这段经历成为曹德旺一生的遗憾。但这份遗憾也催生了他在教育上不断投入的情怀，捐助高校，建立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学生。他累计教育慈善捐赠超100亿元，希望这份投入能为万千学子搭建起通往未来的桥梁。中国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在曹德旺心中，创办福耀科技大学已不仅仅是创办一所大学，而是要探索一条教育改革之路。以后学校具体管理的这个问题上，理事长和校长谁说了算了？校长说了算，理事长是管战略的。学校建完还需要大量的资金供养，这我们理事会又去想办法解决。因为有福耀的名字，福耀科技大学，那可能对于招生来讲，它既有利也有弊。我认为利比弊大。当初可选择用我的名字叫德旺大学。福耀大学，我认为用福耀大学的福耀是国际上在汽车界非常著名的一个企业，有信用度在那边。但是福耀科技大学呢，还是很容易让我想到就是企业办的大学，比如说像基艺的这个克劳顿大学，它也被称为是企业界的哈佛。但是它培养的人才呢，主要就是给基艺集团培养一些中高层的管理人员。这个福耀科技大学未来是为福耀集团培养和储备人才吗？不是，跟福耀集团没有关系，这是我个人的捐赠。改革开放前，我是一个穷小子，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平台，感恩于党的这个政策，把自己赚的钱，因为赚的太多一点，那么就分给社会，一直拿来投资，捐赠给办大学。就咱们这个校园正好是在群山环抱当中，群山环抱对吧？几个主楼的这个建筑名称都和附近的这个山有关，都是用附近的山来起的名字，所以我们叫鼓山楼啊、岐山楼啊。这个是岐山楼，旁边就有岐山是吧？岐山，对。那个是鼓山楼，鼓山楼，旁边也有鼓山。对。所以我们把这些要素都放在校园里面，让孩子们能够有所感悟吧。因为我听说福耀科技大学，咱们现在教师资源现在已经是配备齐整了，而且据说也是全国有点超饱和了。我们可能未来的规划，可能60%以上的师资是来自于海外。基本上我们不从兄弟院校挖墙脚，我们想做增量，因为兄弟院校挖来挖去，对我们国家来说没有增量，所以我们一开课就是英文授课，因为他们不会讲汉语，所以学生一入学可能面临的第一关就是我们要全英文授课，因为我们请的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些名师。